温哥华对决多伦多，哪一个才是最值得玩的城市？这集我会以一个亲子旅行游土国的不专业角度，以交通、饮食、文化、景点、治安跟环境等等的6项综合指标，来帮大家评选出，如果只能选一个城市旅游，该去西岸的温哥华还是东岸的多伦多。前阵子我带了2个女儿去多伦多玩，当了6天的观光客。因为我来自温哥华，所以旅游的时候呢，难免会在心里比较2个城市在观光之间的差异，所以就会有了做这集的想法。但是身为一个温哥华人，要比较这2个城市，难保不会被人家联想到我会不会是有所偏袒。所以在接下来的影片内容里，请大家忘记我是一个温哥华人，把我想象成是一个来自亚洲，第一次到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游客。然后我会以一个家庭旅游的观点来探讨，对一些单身客或没小孩的朋友们，你们还是可以看的，因为我会尽量公平公正，把这2个城市的优缺点都说给大家听。接下来的6项评比都是来自收集的资料，还有我个人旅游过后的亲身感受，所以绝对客观 ，maybe 一些个人的主观意见。那温哥华和多伦多，一个在加拿大的西岸，一个在加拿大的东岸，这2个死对头常常会被大家拿来比较。正式对决之前，先容我拿出这2支，代表温哥华的 Finn， 代表多伦多的 Carlton。这2支冰球队的吉祥物非常适合各自代表自己的城市来争取荣耀。我们这边华人比较多，我们这边比较多土豪，我们这边赢过 Stanley Cup。我们这边举办过奥运。好，所以在接下来的影片中，他们会跟我一起来讨论这2个城市在观光方面的优缺点。为了公正，我们当然需要一个法官来主持跟做判决。法官头发很漂亮，有没有法官的样子啊？为什么这头发会一直掉？好，是法官。在经历2方辩论之后，最终的赢家可以得到一个精心制作的冠军奖杯。所以第1届飞妈杯旅游城市争霸战现在正式开始。一个城市的观光做得完不完善，其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交通建设，提供的交通工具能否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，以及有无充分的软硬体实力。而机场就是游客进到城市的第1站，也是国家的门面。要感受到一个城市是不是注重国际旅客，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能够感受到。我们机场干净，指标也清楚，机场全年载客量达到4400万人次，是全加拿大最繁忙机场。温哥华呢，才2500万个人而已。可是温哥华机场赢了14次的全北美最佳机场，多伦多却在21个北美大城市机场评比得到旅客满意度第2低的排名诶。OK， 现在回到亚洲游客的身份。我走遍了2个机场的出入境大厅。温哥华机场到处可以看到浓厚的西北海岸跟原民风情的装置艺术，展现出了这个西岸城市的特色。多伦多机场相对来说就看不太出来什么特色啦，就很中规中矩。2个机场的设施跟通关动线都做得不错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亚洲游客来说，如果有中文的指标，能够更让我们感到亲切跟友善，也更容易找到搭车的方向。所以这一点温哥华机场就胜出啦。但是关于市内的交通种类，多伦多这方面我觉得就做得比较棒啦，毕竟城市比较大嘛，交通系统也比较多啊，比较四通八达。除了公车跟地铁，还有街车跟一堆的火车路线带你到不同的景点。2个城市的交通卡其实性质都差不多啦，但是呢，因为站点的选择多，以便利性跟使用广泛程度来说，多伦多应该是好一点的啦。对呀，而且我们有很酷的双层巴士可以坐，但是我们的交通卡可以用在搭 C Bus。多伦多去中央岛的船却要另外付费哦。好，所以经由2方的辩论以及游客中立的分析，交通方面胜出的是多伦多。因为交通工具的多样化可以丰富旅游体验。虽然机场比较没有特色，但是多伦多硬是多出了温哥华没有的街车，还有很酷的双层巴士。对多伦多先持得点，得到1分。接下来进行第2回合。对游客来说，尤其是华人，到一个地方旅游，最 care 的其中一个点，无外乎就是吃。如果一个国家的饮食让观光客吃得食不下咽，甚至是吃到出了问题，那就一定会大大的降低旅游体验。加拿大的食物安全控管在这方面是蛮严格的，不论是在哪一个城市，所以在吃的方面呢，其实算是比较安心的。Whoops， 我现在变回加拿大游土国的身份。多
多伦多与温哥华都算是移民的爱好城吧，所以以美食的多样化还有好吃的程度，应该是都差不到哪里去，所以真的算是还蛮难比的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拿全世界最具权威的饮食指标来比较2024年的米其林饮食评鉴吧。我们米其林在1颗星的有10家，然后就没了。我们米其林1星有15家，2星有1家，没有3星。但是光这样，我们摘星的数量就比你们多了。对一个带着有2个幼童旅游的家庭游客来说，哪有那些闲情逸致来享受高级餐厅？道理，孩子没给人家翻桌就算幸运了啦。我宁愿找一个平价一点，但是又可以舒舒服服吃饭的地方啦。那么必比登推荐呢？能得到必比登赏识的，可都是平价的美食餐厅。我们多伦多有23家得到必比登，温哥华有16家。可是温哥华拥有全世界最好吃的港式饮茶。多伦多占了加拿大100家顶尖餐厅的24家，温哥华呢只有18家。我们这里产螃蟹，我们就能吃到新鲜的龙虾。不要再吵了。很明显，在饮食方面，多伦多又得到了1分。米其林就是饮食权威，所以请温哥华再继续努力，再更多星吧。想要好好的探索一个国家的文化，就要看当地有没有丰富的艺术、历史和习俗，能够让游客好好的体验。加拿大是个年轻的国家，还不到160岁，所以真的是无法跟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相提并论啦。而且又一堆的移民，根本就是一个文化大熔炉。所以游客如果来到温哥华或多伦多玩，大部分应该是为了看这2个城市背后的自然景观，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历史建筑。多伦多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多古老的建筑，还有更国际化一点。温哥华呢就比较多原住民的文化啦，然后很爱穿瑜伽裤。因为 Lululemon 就是来自温哥华呢。要大流行文化呢 ，Roots 和 Canada Goose 都来自我们这。我们也有 Aritzia， 而且以旅游来说，我们的城市很悠闲，也很放松，不会让人觉得匆匆忙忙的。比较懒啦，我们城市比较热闹，比较不会觉得无聊。我在多伦多坐大众运输的时候啊，车子满的时候，那些大人都不会想要让座给小朋友耶。在温哥华就是很正常不过的事，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差异吧。多伦多的朋友要懂得让老弱妇孺啊。好，我了解了。经由双方的辩论之后，这一场文化之争的赢家是平手，所以双方各得1分。这是一场苹果与柳丁的竞争，各有各的好。喜欢原住民文化的，喜欢轻松惬意的，就去温哥华；喜欢英法殖民文化，喜欢大都会的热闹气氛，就去多伦多。接着是旅游城市最重要的项目之一，就是景点。接下来就请双方各自辩论自己城市的优点。多伦多主要是以都市的景点为主，以 CN Tower 为首，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。城市里也有规模较大的博物馆跟艺术馆，有古老历史的建筑可以看，那也有大楼林立的景色可以赞叹。但是要说自然的景观，也是有像尼亚加拉大瀑布可以看的。我们天际线就是比较酷啦。温哥华虽然都市的规模小一点，但是自然资源比较多，城市都被旁边的山、海洋还有森林围绕，景点跟活动比较更强调与大自然的结合，像是 Whistler 或者是 Stanley Park 是比较注重户外活动的城市。都市规模虽然比较小，但是有山有山，有水有水。我相信2个城市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啦，但是既然要对决，我就拿我自身去过的景点来做比较哈。首先，壮丽的自然景观有 Whistler 跟 Niagara Falls， 一个是山，一个是水，就是鸡跟鸭一样，无法比较，所以这里我给他们平手。虽然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瀑布的啦。接下来是城市公园，有 Stanley Park 跟 Center Island Park 都很漂亮啦，但是 Center Island 呢还得要付钱坐船过去 ，Stanley Park 走路就可以到啊，所以这里我给 Stanley Park 1分。然后传统市场有 Granville Island 跟 St. Lawrence Market 都能吃到美食，但是 Granville Island 有很浓厚的艺术氛围 ，St. Lawrence 比较像是在一个工厂里面，逛街的元素跟选择也比较少，所以温哥华胜出。耶！然后博物馆方面呢，有 Vancouver Art Gallery 跟 Casa Loma。都是历史建筑，但 Art Gallery 充其量就是看艺术展的地方。Casa Loma 有地下通道，然后又是城堡，娱乐性更丰富，这点就由多伦多得分。
地标建筑就是 Canada Place 跟 CN Tower 的对决，我是找明信片上最显眼的地标啦。多伦多就是 CN Tower， 温哥华就是那个5帆船的 Canada Place。CN Tower 让你上去看整个城市 ，Canada Place 有 flyover， 就是4D 的虚拟飞行体验。哎，这个好难比哦。要比高塔，我应该拿西雅图的太空针塔来比啊。温哥华人的后花园，但是既然到一个城市，就是要看城市的景。Flyover 带你穿越全世界，但是它是虚拟的，没有真的让你体验到温哥华的特色。所以这里呢，又是多伦多得到1分，加油！最后这个亲子天堂就是水族馆，好有得选哦。多伦多是室内的水族馆，一堆各类的鱼可以看，也有红鱼可以摸，好可爱。温哥华呢，除了有室内的热带鱼，也有户外的地方可以看到较大型的海洋动物，还有海狮、海獭。可看性的话，以我自身的体验，我是觉得温哥华水族馆比较丰富啦，所以得1分。所以在景点这个评比项目，游客我会给温哥华1票啦。正确的选择。大家看到这个形状的板子，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呢？5-minute survey for free gift card。好，看来景点方面毫无悬念的，就是由温哥华得到1分。Yes。再来就是游客都会关心的治安项目了。治安好，就会让游客放心的到当地去玩；治安不好，就没有人敢去。这不是废话吗？加拿大的治安在欧美的国家来说，普遍算是比较好的啦。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大概猜到结果了。什么？会遇到扒手、抢劫吗？不要像我们游客哎！加拿大的治安算是不错的，但是我还是拿一个中立的资料来给大家做参考吧。根据 Statista 在去年做的犯罪严重程度评比，加拿大在各大城市中，温哥华的分数是90.23，而多伦多则只有58.54，这代表多伦多比较安全，而温哥华则比较不安全。这个只是硬要比较2个城市的犯罪率，但是加拿大的治安整体来说还是蛮安全的。这个指标纳入了暴力犯罪和重大财产犯罪，影响居民的部分是比较多。但是对于游客来说，普遍会比较容易遇到的抢劫还有扒手呢？扒手方面，温哥华没有相关的资料，但根据温哥华警局释出的资料，抢劫方面在去年总共有611件。多伦多的抢劫共有2631，因为城市比较大，人比较多啦。我在2个城市玩是都没有遇到扒手跟抢劫啦，尤其在多伦多的时候，我家妹妹还把包包遗忘在公车上，最后还是找回来，也都没有被人家偷哦，还好哎。最近看到多伦多那边的报道，扒手事件最近开始上升的趋势哦。其实我们都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整体来说啦，跟欧美国家比起来，加拿大的城市在旅游方面其实还算是挺令人放心的。看来这是一个比数非常接近的一个评比。虽然在犯罪严重程度上面多伦多是比较低，但是因为考量到比较会影响游客的是在扒手跟抢劫方面，而数字是不会骗人的，所以治安方面温哥华又赢了1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耶！我不相信。目前2方各2.5分平手，接下来就来到了第6项评比项目，就是环境。一定要赢，赢了这个我们就是冠军城市了。环境对旅游的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例如有无干净的空气、水质、气候，和适不适合行人走路等等。所以现在请2方开始辩论。这项目感觉也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了。根据全球最大的开放性资料库网站 Numbeo 报告指出，空气污染方面，温哥华指数比多伦多低，水质又比多伦多好。哇塞，我们各个指数都被压着打。根据专门观察全球气候的网站 WeatherSpark 的研究指出，多伦多夏天比较热，冬天比较冷，冷热差幅度蛮大的。温哥华因为靠山海，气候方面就比较温和，但是也因为如此，就超会下雨。从10月开始一直到2月吧，都是降雨量最多的时候，所以温哥华才被叫 Vancouver。以游客来说啊，最讨厌的就是遇到下雨了啦。而降雪量呢，就是多伦多比较多，所以遇到极寒气候的天数也会多。看了我也不想去。
有趣的是 ，Weather Spark 还做了一个旅游指数的图表，比较了没有下雨还有适宜温度的天数长短。多伦多适合旅游的月份就也有比较多。而玩水方面呢，因为多伦多在夏天的时候比较闷热，更适合去海滩，所以在玩水方面的分数也比较高。哦耶，多伦多好赞！那最后就是关于适不适合行人走路。那由于在网上呢，我找不太到这方面的资料，所以呢，我就请 AI 来帮忙分析。我让 ChatGPT 来帮我解释哪一个城市比较行人友善。结果因为温哥华有比较完善的步行基础设施和交通环境，多伦多是因为市中心范围较大，部分的街道是以汽车交通为主，所以还是会有人跟车互相干扰的情况。所以温哥华更行人友善一些。其实我们当时在多伦多的时候，走在市中心，的确是有遇到几次需要横跨马路的情况啦。自行车的感觉也是比较少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游客来说，方便的大众运输带我们移动是很重要的啦。这点多伦多呢就做的真的很不错，因为我们有很方便的大众运输，所以行人不需要走路啦。然后空气品质和水质方面，两边我都觉得很好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耶。看来又是一个难比的项目。空气水质方面，温哥华比较好。那气候方面，温哥华四季气候温和，但是下雨量比较多。多伦多虽然雨量比较少，但是夏天跟冬天的气候又比较极端。气候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平。至于行人友善部分 ，Well AI 都已经给人家做出了解释，所以环境方面又是温哥华得到1分。我们赢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其实还有一个项目要比。什么？当初设了6个评比项目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两边最后结果会变成平手，所以本官又想出了一个 bonus 项目。这第7个项目就是比2个城市的人气。人气这个项目比的就是这个城市在大家心目中的喜爱程度。为了要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旅游城市是哪个，我前一阵子呢，在我 YouTube 的频道呢，问我的观众，对，就是你们，在看完了我的完爆温哥华跟多伦多这2个系列影片之后，会最想去哪一个城市玩，并且请大家来投票。3天之后，结果出来了，现在就请法官来公布答案。好，目前6个评比项目中，温哥华在景点、治安和环境各得1分，多伦多则是在交通和饮食方面胜出，文化则是2个城市平手。目前温哥华以3.5分领先多伦多的2.5分。哦耶！究竟多伦多能否在人气方面返回一城，与温哥华一起荣登最佳旅游城市的这份殊荣呢？所以最有人气和最受观众喜爱的旅游城市是温哥华。哦耶！在总共110张的投票里头，有65% 的观众投给温哥华，而有35% 的观众则投了多伦多。所以人气这个项目，温哥华就再次得到了1分。所以最后的比分出炉，温哥华得到了4.5分，而多伦多则有2.5分。那么我们就现在来颁奖，恭喜温哥华得到第1届飞马杯城市争霸战的最佳旅游城市。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感谢谷歌大神，感谢 ChatGPT， 也要感谢那些投票给我的热情观众，我爱你们！没关系啦，虽然你没有得到奖杯，但是我们去多伦多的那几天也玩得很开心啊，也与孩子制造了好多美好的回忆。在我的心中，你们也是加拿大的最佳旅游城市。谢谢。好，第1届的飞马杯城市争霸战也完美落幕啦，请大家不要赞我。我做这集内容的时候是照6个项目的顺序去收集资料，还有打文案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最后胜出的会是哪一个城市。在这中间找资料的过程呢，有一些数据其实还蛮让我讶异的。不过也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吧，所以在做影片的时候觉得还蛮有趣味的，也会想要跟大家一样，就是很想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。那希望这集内容有帮助你们更多了解加拿大这2个大城。那不知道看完这集比赛的结果之后，是在你们的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呢？那欢迎底下留言与大家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